情怀是高尚的，爱国家是被洗脑的，就像现在爱台湾是高尚的，爱中华民国是被洗脑的。赢球听台湾，输球蓝白上预算。这是哪料？谁说民进党支持者反对中国文化的？西方他的认知作战早在100年前的清末民初时代就开始了，一个元清非中国论，现在很盛行。因为台派他想用清朝不属于中国来割断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还不能够宣布台独，所以只好加大仇中返华的力道，搞出了各种元清非中国论的威力加强版。所以屈原是楚国人，不是中国人哦；汉朝是楚人刘邦建立的，跟中国无关哦；李白也不算是中国人哦，真的很智障。他们明明就信奉春秋战国时代公孙龙为主的名家啊，屈原爱的应该不只是楚国，而应该是整个周帝国。这个很明显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如果你真的要拿古代的历史来对比两岸，东迁的西晋，南迁的南宋，都比楚国更适合拿来对照今天的台湾跟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它是失去了大陆国土，被迫迁移到自己本来就有的台湾岛上偏安，而不是跟周王朝还有楚国关系一样。这个在历史学上都是常识，不会有人就不懂。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马斯克他的 USAID 那算什么？西方他的认知作战早在100年前的清末民初时代就开始了，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被人抓到啊，连发现他们存在的人都很少，甚至当事人都没有觉得自己正在配合西方做认知作战。中国在100年以前，因为在工业革命上晚西方列强一步，导致了国家衰落，让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的文化产生了认知层面的心态扭曲。这个心态从清末民初延续到今天，大陆因为国力跟科技真的强了起来，所以开始反思还要发扬自己的传统中国文化，反而是台湾这边完全忘记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的往西方价值靠拢。简单来说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啦，蔡英文跟萧美琴被很多人吹捧，跟他们本人的能力无关，因为他们身上带着浓浓的西方味道啊。100年前就开始的认知作战啊，很有一个就是元清非中国论。这个论述的产生跟日本侵略中国的政治意图是不可分的。后来日本2战打输啊，这个论述也就渐渐被大家遗忘。可是这10多年，这个论述又被两岸亲美的反华人士大力鼓吹，元清非中国论竟然借尸还魂，不但将老酒改了新包装，还发明了元清非中国论的花式加强版。所谓的元清非中国论，就是元朝跟清朝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清朝跟元朝时代，是汉民族被满洲人、蒙古人殖民奴役的时代。这种论述会采用东北亚游牧民族的观点去解释中国历史。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东北亚游牧民族的观点，因为看这些人解释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他不断吹捧蒙古人跟满洲人，然后贬低他们心中的汉人。其实我们看不到什么东北亚民族的视角啦。简单来说，就跟台派拼命吹捧原住民来贬低汉人是一样的做法。元清非中国论这种论述现在很盛行，就是因为台派他想用清朝不属于中国来割断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还有外国真的很爱中国想要用清朝不属于中国造成中国的分裂，所以希望中国最好分裂成7个，真的很智障。不过这个现在在台湾的各大历史景区，只要跟清朝有关的，他都把它改成清国。比如说中日甲午战争变成清日甲午战争，中日马关条约变成清日马关条约。讲这些话的人，他们是把台湾人当智障，他们希望用白马非马的扭曲尝试的观点去获取政治上的利益。对啊，谁说民进党支持者反对中国文化的？他们明明就信奉春秋战国时代公孙龙为主的名家我们都以为名家已经在历史长河中被淘汰掉了，没有，他在2000年后的台湾复活了。但是我们只切清朝在中国历史之外，政治洗脑意味太浓了嘛，所以我们就拉个元朝一起来陪葬啊。可是到最后因为执政了还不能够宣布台独，怕被看破手脚，所以只好加大仇中返华的力道，搞出了各种元清非中国论的威力加强版，就是能够找到借口的都不是中国哦。所以屈原是楚国人，不是中国人哦；汉朝是楚人刘邦建立的，跟中国无关哦。李白他其实不是大唐帝国出身的哦，他是吉尔吉斯人，也就是说，就算是照韭菜的中国朝代论，李白也不算是中国人哦。大家听起来很神奇哦，可是这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这是明初学者郭沫若的考证杰作。他们这些学者认为，李白他出生在唐朝西域的碎叶城，这个碎叶城今天位置是在中亚，吉尔吉斯楚
属河托克马市附近。不过郭沫若他们的依据是根据唐人为李白写的一篇，李白他是梁武昭王李杲的9代子孙，因为隋朝末年战乱，所以李白的先祖避居碎叶城，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呢，又搬回了广汉。所以根据上述考据，李白先祖李杲的籍贯是今天中国甘肃省定西市夷陵姚县，所以李白就算在吉尔吉斯的境内出生，依旧是中国甘肃省人。李杲子孙的另一个分支就是唐高祖李渊。李白出生的碎叶城在唐朝是属于中国的。唐太宗贞观14年到唐德宗贞元6年，在那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其实墓碑上并没有说李白生在碎叶城哦，只是说李白的父祖辈曾经因为隋乱避居碎叶城。唐朝是个民主开放的朝代啊，所以不会特别避讳是不是胡人，就像是唐太宗他们直接被记载他们有胡人血统啊，所以李白如果真的是胡人，不会故意不写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李白的出生地也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而已哦，他并没有定论哦。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就破解莫宇君大叔所说的李白不是中国人这件事情了。在吉尔吉斯是真的有讲中文的村落，但后来发现是在跟李白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事实上是回民呐。第二件事情，关于李白的先辈到底是何时回到中国，或者是他其实就是在四川出生这件事情，说真的，他的记载相关确认，但是李白从来没有自己说自己是在碎叶城。如果他真的知道的话，那他应该他自己会讲。第三个，在唐朝并不会回避自己的胡人血统，因为唐朝至少在安史之乱前没有夷夏之防，安史之乱后有，但也没有到很严重，还是有大量少数民族的将领在整个唐朝的政府里面服务，甚至当官。而且唐朝他们自己的大家长李虎的太太就是独孤皇后，她是鲜卑人啊，并没有去回避这事。所以如果李白家真的有鲜卑族血统，他们会写得很清楚。现在台湾流传的不是正统的原亲卑中国论，但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这些思维，例如说绿营的政治粉专，某些老师学者身上，或者是带着反华思考的非政治网络社群。那这些人很多是名校出身的，很有成就，那有的看起来跟政治无关，但他们都修了同一套原亲卑中国论的内功，所以一讲起中国、中华民族啊、中华文化，就逻辑错乱到让你怀疑，是我智商有问题还是他智商有问题？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所以单独解释原亲卑中国论是不能够完整呈现独属于台湾的美式日式洗脑的自缺氛围啊。屈原他是爱国诗人这件事情，应该是中国人的普遍常识。不过呢，只要你有心，屈原他也可以是不爱国的诗人。这个粉专他是这样子写的：当时的楚国只是一个诸侯国，如果称他为爱国诗人的话，以今天的观点，那他爱的应该不只是楚国，而是整个周王朝。所以如果将屈原看成一个爱国诗人，恐怕过于草率了。从那篇文章下面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作者本来不是写周王朝，而是周帝国。所以他的原文应该是屈原爱的应该不只是楚国，而应该是整个周帝国。这样子违反常态的将周王朝改成周帝国，再搭配上他的论述说我们必须知道，爱国并不是人类的本能，而是一个后天学习来的观念。但是我们对于自己所生长的土地，却很容易建立起一种不可分割的情感。屈原也是如此。对屈原来说，他不会对一个形式上高于楚国的周帝国尽忠，因为他爱的并不是一个形式上的国家，爱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国。作者这篇文章他想传达的概念是什么？我帮大家翻译一下：屈原爱的是乡土，不是国家。这个情怀是高尚的，爱国家是被洗脑的，就像现在爱台湾是高尚的，爱中华民国是被洗脑的。赢球听台湾，输球蓝白上预算，就是这个样子。我已经翻译完了，因为他透出爱国家是假的，所以整篇文章作者他做了2次扭曲。第一个是刻意把爱国跟爱乡土给分开，第二个是刻意把早就在战国时期影响力跟情感上已经虚化的东周王室再度实体化。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说的都对，可是你又觉得哪里怪怪的。这就是作者他想要借周氏楚国之古来暗喻中国台湾之今，但是他却比喻的完全不对导致的。如果你真的要拿古代的历史来对比两岸，东迁的西晋、南迁的南宋，都比楚国更适合拿来对照今天的台湾跟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它是失去了大陆国土，被迫迁移到自己本来就有的台湾岛上偏安，而不是跟周王朝还有楚国关系一样，大国家逐渐分裂成很多小国家，而原来的大国家只剩下跟联合国一样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提到春秋战国的人物我们都会附上他所出生的国家嘛。其实这不就证明了我们大多把春秋战国群雄视作真正独立的国家吗？这个在历史学上都是常识怎么会有人忽然就不懂了？爱家乡是本性，爱国家是被教育洗脑而成的，这个是事实吗？来，各位，我们现在来个真心话大考验假如有一天郭台铭他在非洲某个荒凉地带建立了一个从建筑
俗到文化制度都跟现在台湾一样的国家，然后台湾发生了各种天灾，台湾变得根本不能住人，然后还因为核弹后遗症产生了会吃人的僵尸。请问各位，你会选择留在台湾，还是到郭台铭在非洲建立的国度生活呢？我相信没有人会留在没有水、没有粮食、荒凉一片的台湾吧。而且我敢跟大家保证，到时候跑第一个的一定会是民进党。所以谁有资格说自己爱台湾、爱乡土呢？顶多只能够说喜欢台湾这块土地的美好，喜欢台湾带给我们的好处，喜欢利用台湾。爱跟喜欢是两回事，爱是付出，喜欢是获取。这个粉专所说的爱，其实就只是习惯、喜欢、适应自己出生的地方跟国家。贴哥爱家乡跟爱国家本来就是一种扭曲，家乡跟国家之间的确有可能出现必须2选1的时候啊，像是国共内战，很多人东渡来台就是选择国家不选择家乡啊。那选择留在大陆的那些人，就是选择了家乡而舍弃了国家。可是这个状况完全不适用在屈原身上啊，把爱自己的国家当成被洗脑，所以写一篇屈原是不是爱国的反思，这个很明显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嘛。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粉专，它看起来教的是国文跟历史，但其实藏着的是政治意图。这个就是几年前一度很有名的粉专，地表最强国文课没有之一。屈原这一篇文章，它是写在2015年的9月，离他粉专开张才4个月哦。当时执政的是国民党，在2015年他还写了不少类似调性的文章，而这些文章都很扭曲。一个对你有防备心的人，你要改变他的意念跟情绪方向本来就很困难，这就是人性啊。所以如果你想要用政治粉专的身份将自己政治意识进入到易温层的人性，比起非政治粉专要难多了。那请问一下，表面上在探讨文学、历史跟哲学，但是内在却不断偷渡作者政治意念到可以扭曲尝试的粉专，国民党跟民众党有吗？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认知作战，智障黑熊根本比不上啊！我们地表最强国文课粉专的作者叫陈莽，他从2015年到现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面呢，与整个泛绿阵营建立起很深厚的连结。大家看起来很惊悚，对不对？这些都只是随手 Google 不用花多少时间就查到的资讯，所以台面下的一定更深更多。最近几年，地表最强国文课粉专虽然看起来淡出了，可是它不是消失了，它是升级了。这些年，它跟杨翠还有奇异果文创一起出版了史上最美国文课本，助力绿营教育改革，还创立了雨点堂、野渡书屋这样的线上线下组织。然后中央社还在8月3号特别写了专文报道，哇，所以有这么大的牌面，恐怖吧？谁说像我一样读中文系会饿肚子啊？你像陈莽一样用中文系学到的知识来蒙骗大众，就可以赚到钵满盆满，好不好？陈莽他们这一票绿营的后起之秀啊，虽然没有在政治台前发光放热，但是他们正在用自己的专业跟兴趣，用历史、哲学、文学，在深海里面坚实壮大台独的冰山底座啊。朱家安他掌舵哲学，陈莽他扭曲中文，朱宥勋他垫高台湾。至于历史这个是他们的前辈一直在做的事情。这样的全面性重构台湾人的心灵国族情感系统，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滴水不漏好了。这么说好了啦，我们这边只有一个跟政府对抗的历史哥，对面有好多个被政府资源重点栽培的历史帝。当然，所有的历史帝一起上场辩论也打不赢历史哥，但是人家已经打造出一套有系统的机器人，谁还跟你历史哥单挑啊？所以你以为是国民党不团结、不蓝白合才会2016、2020、2024连败3次？不是，光是底层系统，国民党就已经全输了。台独思维只是一座冰山，你只看到浮在水面上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没有冰山下与水下部分的支持，这些绿营粉专的粉丝数量怎么可能随便都远胜非绿粉专？不是全部都是靠买的呢，而且很多都是真人呢。那像陈莽、朱家安、朱宥勋他们的所知所想又是怎么来的？都是从数十年前大学内的各种学术研究跟课堂教育开始的啊。当年的文革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演变而来的。很多人觉得拿这2个东西相提并论很侮辱五四运动，但是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一个普通中性的学术研究跟思想创建被有心者拿来利用，又不是第一次了。更何况现在很多站在领导中师地位的台派思想学者，他们的初心本来就不单纯。那些前辈播下来的种子，借着他们教过的学生，在网络社群开出最漂亮却也最毒的花朵跟果实。更惨的是以前只能在学术领域挖空心思、扭曲一切的学者现在终于可以进入庙堂，建立起新党国体制了。这样的逆行变成制度内外尽在我手的绝对优势。国民党现在才要还击，太晚了。更可悲的是现在的国民党连大罢免这种顺风球都能够慢好多拍啊！
更不用讲这种在民间经营这种需要花10年以上的基本功。等到欧桂芝老师这一辈的教育者都老去退休之后，很可怕啊！陈莽这些人，他们就会来到社会中流砥柱的年纪啦，搭配上他们这么多年的潜水经营，他们的未来绝对是光明可期。但是呢，他们个人的光明却等于台湾未来的崩溃。他们用自己的蒸蒸日上呢，打脸了文科无用的说法，但是这样的文科有用的铁证却让整个国家走向了崩溃。